Hello， 獅子座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這個影片呢是要給獅子座的朋友們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哦。那呢，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它沒有任何時間上面的限制，所以如果你不是在我們這個首播的時候看到這個影片的話呢，我會建議你以這個當下的月份或前後推敲1個月時間，通通都可以哈。影片下方資訊欄有詳細的影片使用說明。那當然呢，我也相信什麼時候看見就是最適合你的時間，所以呢，你也可以不需要拘泥這個時間上面的問題，享受這些訊息要為你帶來的這個協助就可以了哈。好，那我們一樣呢，在開場的同時會給12星座這個開場的生活小貼士，好，作為你的超前部署的一個參考。好吧 ，OK， 首先呢，獅子座的朋友們，我感覺這個月份哈，你特別適合跟這個紅色或橘紅色，或者是橙色哈，就是這種橘紅紅的這種顏色，特別的適合你 ，OK。那如果剛好你有這一類的這個水晶啊，或服裝啊、飾品啊、配件啊，都可以來做一個搭配。某部分的人，你們最近這個月份哈，會特別容易看到橘貓，或者是你剛好去認養一隻橘貓哈，就是那種虎斑的橘白花紋的那種貓 ，OK 哈。好，那第二個呢，要給獅子座的朋友們的開場訊息是呢，我感覺在這個月份的獅子座的朋友們，你會特別注重有關於蛋白質的攝取。那特別是你們有一些人特別喜歡吃這個百葉豆腐，或者是比較硬款的豆腐哈，當然軟的也可以的哈，但是我感覺我看到那個應該是板豆腐 ，OK。然後呢，你也會特別會想要吃那個。我突然忘記那個叫什麼豆哈，反正呢，那什麼豌豆嗎？是這樣講嗎？哈，就圓圓一顆綠綠的那種豆豆哈，那就是三色豆裡面大家最討厭的那種豆豆。OK 哈，也有可能在這個獅子座這個月份特別注重這個蛋白質攝取的時候呢，可能會吃到的一些原型食物。OK 哈，好，那第三個呢，要給獅子座的朋友們的開場幸運小貼士呢，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讀你的能量場的時候有一個天秤座的能量場進來。OK， 所以有可能最近你剛好會特別適合跟天秤座的朋友们合作，或可能遇到的狀況，有可能是屬於要有一個公平正義的裁決，也有可能是就是你的本身的這個上升太陽、月亮、金星可能也有落在天秤，那這一則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就特別適合你。OK 哈，好，那我要再額外補充一個哈，某部分的天秤座的朋友們，你們最近可能會有一些飾品是用羽毛裝飾的，或最近出門你很容易看到羽毛。OK， 因為我看到是一個很像羽毛的一個飾品，就像有一些筆哈，它會做得很漂亮哈，就比如說這個筆上面它可能是一隻羽毛，或者是比如說你的胸針哈是一種羽毛的這種狀況，或者是最近你去看一些展覽哈，可能就會有這些元素存在。OK 好，好。他們說還有一個額外補充訊息，獅子座的補充訊息怎麼這麼多啊 ？OK， 最近你們可能對於某一位藝術家或某一個藝術產品哈或商品，可能會特別去研究它，或特別的熱愛。OK 好，狂熱。OK 好，好，那沒有了吧？好，來，以上報告完畢，我們就準備進到這次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哈。首先呢，這個月份你的挑戰牌卡是這一張，這3種能量牌卡分別是過去、現在、未來的能量場，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來事件是聖杯侍者。OK 好，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麼訊息，希望透過我來傳遞給獅子座的朋友們。那請獅子座的朋友們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去感受你能量場上面的呈現跟細節哦。好，請稍後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收看我的影片。為了提供給大家更多豐富精彩的內容，在今年我成立了思維手術室社群，想要邀請你一起來靈活運用媽媽生給我們的大腦。那在社群裡，我將會帶領大家一起練習思維改寫，並且提升自我認知，讓你在面對生活當中的挑戰有更強大的底氣以及過人的應變能力。只要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就會看到思維手術室的社群連結以及入群步驟的說明影片。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內容吧。OK， 好，獅子座朋友們哈，你的这個月份的運勢能量哈，非常有趣一件事情。我覺得你會深思熟慮去思考有關於這分幾個不同層面來講哈，比如說什麼叫做愛，什麼東西是我熱愛的，什麼東西是我喜歡的，什麼東西是滿足我的什麼感哈，比如說安全感、信任感或者是什麼感哈，都可以你自己填空。就是這個月份你圍繞的東西都會是在這一塊。OK 好，為什麼呢？我現在就來跟你解釋一下哈。首先呢，在過去的能量場當中，這是一個寶劍侍者，這是一個錢幣侍者，然後這邊是一個權杖騎士。OK，這3張
量牌卡在你過去的能量場哈，我覺得呢，它給我一個氛圍呢，有點像說我這個人哈，這麼的，比如說我舉例哈，我就舉一些例子，然後你們自行靈活運用套用在你生活交手這個相關狀況、人數、事件、夢想或目標，或者是關係、投資項目，通通都可以哈。比如說，假設你是一個很認真工作的人 ，OK 哈，那這個權杖騎士就有點像是你在跟自己講說，哇，我每天這麼辛苦打拼，這麼努力的去這個就是去比如說增長自己的知識，或者這個領域發光發熱，這個就是一個權杖騎士，就是你感覺到過去我是這麼汲汲營營，這麼努力，所以呢，我得到了我應得的東西，就是這個錢幣騎士。你看我現在吧，加班費也有啊，升遷的加薪費也有 ，OK 對吧哈？然後社會地位也有，頭銜也有了 ，OK， 這個就有點像是這個錢幣侍者。那這個寶劍騎士有點像說，透過這樣子的努力跟付出哈，那你們當然可以對應到其他狀況哈，得到這樣的東西之後呢，來到這個寶劍侍者，給我去反思一件事情，就是說，那接下來什麼呢？接下來是什麼呢？就是說這三個元素裡面可以注意看到，完全沒有聖杯。意思就是我缺了一點什麼，但我好像得到了很多，但是我到底缺了什麼，我自己好像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哈。但是我內心就開始有一個感覺，這個就是你的心房打開，你的情緒準備要打開，還有或者是你在生活當中什麼什麼感可能沒有被你注意到，或者是可能被你忽略了。OK， 那我剛剛是講一個工作狀況，你們可以靈活運用帶到你的感情，比如說這段感情都是我很努力在付出。OK 哈，我們有一個健康的孩子，有一個完美的家庭，然後有一個自己可以住的房子。但是我這麼努力是為了什麼呢？我情感裡面空缺的那一塊又是什麼呢？我這麼做真的有滿足到我內心的這個快樂嗎？哈，這個就是我稍微舉例一下，你們接下來就要自己靈活運用哈。所以呢，來到了這個現階段的能量場呢，你可以注意看哈，這邊呢就是有一個這個死神在看着一個躺在地板上的屍體哈，這個是一個聖杯6，這個是一個錢幣9。OK 哈，所以呢，這件事情哈，就是這個狀況、這個結果或這個目前的現狀，讓你去反思。那我的那個情緒、我的那個感受、我的那個熱情，現在去哪裡了？或者是這一切，我當初為什麼會這麼做？到底是什麼 push 我？哈，比如說是熱情 push 我，比如說是成就感 push 我。OK 哈，那來到這個現階段能量場，這個錢幣就是說我什麼都有了。好 ，OK， 因為呢，這個錢幣侍者加上這個錢幣9，象徵的就是錢幣10，就是說你現在正在對照這個交手相關狀況人數，我什麼都有了 ，OK， 好，但是有了之後，你也會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有這個東西跟沒有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樣的區別？這個就是這個錢幣9的一個狀況 ，OK， 我在沒有這些頭銜、沒有這些收入、沒有這個婚姻狀態的時候，我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這個是你來到現階段的能量場，你會去思考的，因為這邊這個聖杯6是你回頭去看，就是說經歷過去的能量場，還有更過去的一些狀況，或者是你在這個成長的這個經歷的過程當中，那我到底是誰？所以你在進行這個反覆的思考。那這個死神看在躺在地板上的這個屍體哈，就有點類似像說呢，我在想這樣子的東西哈，就比如說這樣的頭銜啊，這樣的成就啦，這樣的這些東西啊，會不會讓我內心當中某一塊已經死掉的那一塊的東西呢？我這好難形容哦，獅子座的朋友不好意思啊，你這一次的能量場我很難用口語化形容，但是我內心可以感覺到那個東西，就是你要說，我每天這麼認真工作，我有錢了，我有車了，我有房了，但我內心為什麼會空虛了？這個就是這個死亡牌卡，就是我的內心某一塊地方死掉了。你懂我意思嗎 ？OK， 所以我即使在每天去上班，大家都叫我經理早安，好，但是呢，為什麼我感覺到不快樂呢？為什麼我感覺到沒有被滿足呢？我現在在做的東西，得到的東西，不是大家都想要的嗎 ？OK 哈，這個就是你現階段的這種能量場。OK， 所以來到這裡，你的挑戰牌卡就是在這邊。好，你注意看啊，這個人呢是踩着這個石頭，踩着別人的屍體哈，或者是踩着別人往上爬。好，這個就是你的挑戰。你突然驚覺到了 ，OK， 我這樣一步往上爬哈，這個就是你驚覺到的東西，這就是你的挑戰。我現在真正看到的我，身處在什麼樣的狀況跟地方？你懂我意思嗎？就是說 ，OK， 我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這間公司的總監了，這間公司的老闆了，大家都看着我現在的成就了，好，那大家都來靠近我，想跟我當朋友了。但是我真正看到我所努力的這些東西，到底為我帶來什麼樣的結果、什麼樣的後果、什麼樣的狀態了？ OK， 這個就是你的挑戰牌卡，你會在這個月份透過你這個寶劍侍者內心的思慮，或者是一些外在給你的反應，甚至是比如說你聽到的一些消息，好，甚至你對於別人給你的評價，你開始意識到這個跟你交手人事物或你在努力的這些項目，你終於看清楚了我身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所以呢，來到未來這個能量場，這是一個錢幣1，這是一個聖杯國王，這是一個權杖7。你開始意識到一件事情了，如果我作用這些東西，但是我內心是空虛的、不被滿足的、不感到快樂的，那其實這一切沒什麼太大意義。
OK， 所以在未來的能量場當中，你開始意識到說，我想成為這個聖杯國王。OK， 我想去感受到生命的快樂，我想去得到工作上面的成就感。所以呢，你在這個錢幣一的這個狀態當中，就是你希望你能夠去找出一個方法，能夠去讓你這個成功。我告訴你，我不是叫你不要成功哈，不要有一個幸福美滿婚姻哈，不是的，是指在這樣的基礎之下，我還能夠再造什麼樣的巔峰？但是那一個巔峰是跟我的情緒滿足有關的。為什麼？因為聖杯國王坐在中間，就代表說我的情緒的什麼感或被滿足或感到快樂或熱情，這個現階段對我來講是重要的。所以未來即使有更好的機會，但是我會願意去做出一個選擇。這個權杖七拿着這個權杖這邊是一個勝利的權杖六，象徵的意思是說，我知道我可能可以再開個分公司，我也知道我現在這身份地位，其實我也可以來個搞個小三，類似像這樣。但是我會在這個基礎之上去找到一個能夠更加滿足我的一個狀態。但是你會去拒絕那些可能，比如說看似好像很好，可以有更多選擇，比如說我就有個3妻4妾，比如說我就可以來開個800間分公司，你會知道那樣子可能會消耗你的熱情，那樣子並沒有辦法用這種方式去滿足你。所以你現在在未來的能量場就是想通了這件事情，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能夠再讓我的情感、讓我的情緒、讓我的熱情、讓我的情感需求達到什麼樣的下一個境界。所以在未來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引來事件，就是這個聖杯侍者。你注意看你這兩個侍者跟這個國王都是舉着這個聖杯在慶祝的，意思就是說，現在對我來講，情緒滿足、情緒需求、情緒被就是怎麼講，被這種有充電的感覺，對你來講才是最重要的。OK 好，所以呢，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一下在這個宇宙驗證牌卡，其實宇宙呢來驗證我剛剛跟你說的這些能量場跟細節我覺得總而言之某部分的這個怎麼講，獅子座的朋友們你知道為什麼你開場訊息補充很多我覺得這跟某部分的獅子座的朋友們正在度過一個精神靈魂層面的轉折有關因為我感覺你這一次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比較屬於內在層面的轉化居多 ，OK， 轉化居多 ，OK， 所以呢我覺得你可能要去消化一下，或者是把這個影片儲存下來，你過了1個月之後你再回來看，你可能就會理解我在講什麼。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跟我反饋說，我當下好像看不懂什麼，但是我好像這個月經歷什麼之後，我突然看得懂了，我也聽得懂你在講什麼了。OK 好，來，首先我們來看這個驗證牌卡這個就是一個聖杯四，這就是我講的來，聖杯四女王牌卡，然后呢還有這個是魔術師以及這個月亮牌卡來，我先告訴你這就是為什麼你在這裡我看似好像很快樂，但是你抬頭仰望說這些我做，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用字遣詞很重要，就是說在這個基礎之下，我能不能夠把我的情緒再往上拉，或者是不滿足它？原因就是你的屁股呢是坐在這3個聖杯上面的，就是這邊的東西其實讓我也是某部分的成就的跟快樂啊，但是我總覺得那好像不是我的終點，我的終點好像有點模糊掉了，所以這個時候你在思考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幫我找回來這樣的狀態。所以這個月亮牌卡就是說，在這個過去的能量場裡面呢，你一定會有跟自己內心交戰的地方。奇怪了，我明明就開名車住豪宅我怎麼不快樂呢？怎麼那麼奇怪呢？別人看到你一定會覺得你無病呻吟嘛，是不是這樣說？對吧？所以呢，這就是我剛剛講的，別人可能不了解你這個月亮牌卡裡面的那個感受跟情緒。所以來到這邊，這個魔術師跟 Empress 象徵的意思就是說，我如果持續在這樣的狀況當中這邊是一個無限循環的東西，你要去想他沒有跟你講在這樣的狀況當中，你看這是寶劍，這是權杖，這是錢幣，對吧？你唯一缺少的就是這個聖杯，這就是為什麼我會特別在這個狀況當中指出，你的人生如果要有一個良好的無限的健康循環，你得把這些所有的因素都補進去，不是有錢有權就好了，你也要有好的人際關係好的情感關係好的比如說跟自己的關係所以這個就是 Empress 象徵的意思，就是說你正在，這是一個女生的標誌，象徵的就是你在培養找出你那一塊情感陰性能量的那一塊的層面 ，OK， 所以呢，來到這個現階段的能量場，你抽到2張牌卡呢，分別是這個聖杯5跟寶劍女王 ，OK， 意思就是說呢，我現在在思考這些東西之後，我甚至在這邊深思熟慮之後，我正在想，所以意思就是說呢，在過去注意看這3個倒下的聖杯，就是我坐擁的這個基礎，其實可能並不滿足我。在我背後這2個立起來的聖杯，才可能是真正滿足我的人事物，所以我才會說，你在這邊會深思熟慮，我內心當中死掉的那一塊，
我自己有一杯，但是另外一杯是什麼呢？我才可以成就這個聖杯二。OK 哈，所以這樣你們懂了嗎？哈，好來，所以呢，來到這邊，這個就是一個寶劍女王。寶劍女王象徵的意思就是說，我覺得哪裡一定有問題。寶劍女王象徵的就是我要把那個有問題的地方找出來，這個就是你的決心。所以你的挑戰牌卡這一張牌卡呢，這邊呢是抽到的是愚人牌卡。OK， 第二人牌卡，然後呢，還有這個聖杯女王，然後呢，還有一個錢幣九。OK 哈，你看哦，這個錢幣九也是驗證你現階段能量場的錢幣九，意思就是說，在過去跟未來哈，或現在這個狀況當中，我自己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你也會在這個月去思考這件事情，這也是你的挑戰。這個聖杯女王之所以為什麼會出現，就是要跟這個聖杯國王做一個結合。這個聖杯國王之所以為什麼要跟它結合，原因就是因為你要找到這個藏在你背後的這個聖杯二。OK。就是你少掉的那個聖杯 ，OK 哈，所以你的安排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原因，就是在這，你要透過這一個月的深思熟慮，把這個聖杯女王找出來，它才能夠去後面跟那個聖杯國王結合。那來到這邊，這個第二人牌卡是要告訴你，某部分的獅子座的朋友們，你在這個月的這個深思熟慮跟這個挑戰的過程當中哈，步伐可能會比較慢，但沒有關係，因為這是一個整合。我們人呢，在內心的情緒要做整合的時候，是要花費很大的心力的。所以在未来這個狀況當中，這邊是一個權杖五 ，OK 哈。這個權杖五、權杖六、權杖七都在你未來的能量場當中出現，但是這邊為什麼會有一個權杖五出現呢？象徵的意思就是說，在未來我要在這樣子成功的基礎之下，去抗拒一些對我來說已經沒有辦法滿足，或者是我要找到我那個聖杯二的因素或要素，或者是人事物這些東西，我要拒絕，即使有可能會發生衝突，別人會覺得這個衝突哈，不是說指你會跟別人吵架哈，這個衝突可能會有點像是跟別人價值觀的衝突，別人會說啊，你有名車有豪宅，你在那邊不爽什麼啊？你現在突然說什麼要去做義工哈？別人會覺得說，哎，這怎麼跟你這種就用錢處理事情的這種狀況怎麼不一樣？為什麼不用錢了事呢？哈，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可能在未來你做的事情、做的選擇，或者是想要去調整的改變，可能是會跟別人有衝突的，但那都無所謂，因為這個是最適合你的一個方式。但是你在前面這一塊思慮的地方呢，可能會花比較久的時間。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哈，天使跟宇宙有什麼額外的訊息要給我們獅子座的朋友們？這張牌卡叫做第二脈輪，他們要我跟你提醒一件事情：你在過去所擁有的這些人事物，是只能滿足你的安全感，滿足你的穩定感，滿足你的信任感。但是它沒有辦法去滿足到你要往上走的這個心輪哈，就是愛的這一塊的意義哈。他們叫我這樣跟你解釋一下，就是說呢，大部分的人是用下三輪在生活的，就是第一脈輪、第二脈輪跟第三脈輪。但你這個轉折是因為你準備要走向第四脈輪。OK， 所以你才會發現說，這個東西好像跟我現在有點不是很契合了，我要改變，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摸不着頭緒，找不到方向，這很正常。他們說這是一個過程。OK 哈，好，那以上呢，這個就是要給獅子座這一次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那我希望其中有一兩句話能夠幫助到你，這就是我想為你做到的事情。也非常感謝獅子座的朋友們來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會喜歡。那我們就下個月再見嘍，好，拜拜。